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要录一个雅法的基督教旅馆的开箱，但是大家应该看得到我怪怪的，因为我受伤了，我的脖子受伤了，所以我现在很痛。那这集开箱就交给妈妈了。啊，是这样啊。因为战争的关系，所以教会旅馆当晚是没有其他的客人。妈妈今天晚上睡这间房间，非常的宽敞。厕所比较简单，没有洗头发的那些东西。那我们的房间呢？有哪里不一样呢？我们的房间是有阳台的，阳台看出去的夜景，竟然有婴儿床耶！门可以这样打开。You like this room？ 还不好意思嘛？哈，你哭那么大声是什么意思啊？来，跟奶鼻说一下。还是要塞个奶嘴回来啊。我很乖。看左边右边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因为我脖子受伤的关系，所以多住了一个晚上。第3天脖子又比较好了，所以来跟大家做一些旅馆的介绍。这里是1楼大厅，1楼是没有房间的，接待处在这里。然后现在这里还有聚会，我就不拍了。这里是1楼的祷告室，那有人在弹吉他，我就不进去了。然后这个是公爵的大厅，这里有一些历史的部分，可以看得到当年的那一种豪华，对不对？它每一楼的这个天花板都是这样波浪形的，然后外面呢超大的停车场，还有一个榕树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花园。我们有一次就是在花园这边吃早餐，气氛就非常的好。那旅馆旁边呢也有一个教会，但是这跟这间旅馆没有关系，唯一的关联就是也叫 Emmanuel 以马内利。顺带说一下，我跟 Kenny 结婚前的自助婚纱照是在这里拍的。那今天呢，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2天的住宿的一个心得，然后也把这一个教会旅馆推荐给大家。那这是从我的阳台看出去的风景，有没有好像在美国的感觉？因为这是早期宣教士来到雅法的时候，最早在旧雅法外面盖的一个殖民区。这里其实是老雅法跟特拉维夫的交界处。那边很多的现代建筑的地方就是特拉维夫。我很少有机会站在这么有历史年代的地方，然后看下面的人。然后呢，那一间旅馆也是同期的建筑物。我刚刚查了它的房价，大概是比这间教会住宿贵了4倍。那这间旅馆呢，它也是在老雅法外面的第一个饭店。所以有很多的名人，就是历史人物的那种名人，像是德国皇帝威廉2世，他也都住过这个地方。那因为 Kenny 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这2个晚上住在教会旅馆是没有跟我们收钱的，我们很感激。那也是这样子，就是想要做一个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个地方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教会的生意。那我来总结一下，就是住在教会旅馆 Beth Emmanuel 的优点有哪一些？第一个呢，当然就是价位，因为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的实在。旁边就是精品旅馆，那我刚才有说它的价位贵这里4倍，然后它还没有停车场，这里有停车场。然后在这个价位里面也已经包含了早餐，虽然是比较基本，但是已经有早餐，我觉得是蛮好的。然后第2个优点呢，就是这里的气氛就是很基督教。每一天早上，如果你们想要的话，也都有大家一起团体灵修的时间，是英文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。然后这里在礼拜5晚上的时候呢，也有一个聚会。
然后第3个，我觉得它的优势当然就是位置，因为你从这里到特拉维夫，或者是到雅法的海边，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。只要走5分钟就会到轻轨站或是海边。有彩虹，海水都淹上来了。这里有夕阳。从这里走到教会的住宿呢，只要12分钟。然后第4个的优势呢，就是因为是教会的住宿，所以就是非常的干净。然后第5个优点呢，就是它非常的有历史感。那这个东西是完全不能够取代的。我喜欢它这边的房间非常的挑高。因为这是古迹，古老的建筑，对，所以它的那个一般的房子，我觉得像我们一般的正常房子，差不多是在2.8米到3米之间。我觉得这边差不多有3.3米到3.5米之间。这么高啊？对，所以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敞亮，很舒服。对，我觉得喜欢住古迹的人应该是会蛮喜欢这种感觉。那我觉得缺点的话，就是所有的古迹型旧旅馆都会碰到的难题，就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子去维修升级，那个钱花下去应该是会超级可怕的。所以这个旅馆也是一样的问题，就是它的洗手间就是比较旧的，然后淋浴的部分就是拿一个布帘这样子就做一个简单的干湿隔离。还有一个缺点呢，就是要爬楼梯。妈妈还分享了一个缺点，用我的身高，那个床是差不多啦。那但如果你是属于1.8米的，或者你的体重是在差不多70公斤以上，你可能会觉得翻了身你会掉下去。就是它虽然是单人的床垫，但是这个单人的床垫的size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单人床垫的 size 不太一样，它比较小一点。我是没有问题，我也没有困扰，但是我会想到说比较大只的，可能会觉得脚应该伸出来会伸过头。然后它的那个厕所的那个设备比较老旧，对啊。那如果说你不 care， 你 care 是只要有好的水给我洗澡，那洗脸盆差一点啦，那个什么浴帘呐，那个比较 low 一点呐，你觉得这是次要的？那我觉得说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选择。请问美角妈妈最近知道有一个网红，他去意大利花了21万，然后他住到会漏水的房间，就是他的那个淋浴间就是关不好，所以就是如果他直接这样喷的话，就会淋出来，他就很生气。那他是不是不适合住这里？有要求的人，我觉得付出跟收获它是一个相对的。如果你付出21万，你当然希望每一件事情都是完美，要不然你不会去选择这个代价嘛。对。那你选择住到这个地方，就是说心里就是知道这是教会旅馆，是教会旅馆，你也知道它已经很多年了。对。那你也知道你在这个地方的付出不是一般5星级的这种消费。对。那我觉得说这是相对的感觉啦。OK。那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。所以就是像我妈妈说的啦，就是你花什么样子的钱，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期待。所以我知道台湾最近就是在讲，就是去意大利，然后住到漏水的房间，其实那也不是漏水，就是淋浴间它的门没有办法关好，但是这就是很多的旧旅馆都会碰到的问题，并不是一个太新鲜的问题，只是说如果心里没有准备，然后第一次出国，或者是不常碰到这种状况的情况，就会觉得怎么跟期待的不一样，所以就是先知道就没事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拍影片跟大家讲一下。好啦，我们拍完影片我们要走了，太好了。